本视频由阿米诺海运机械键盘赞助播出，键盘艺术家阿米诺。各位好，欢迎来到盖壳新闻。闲暇时光和好朋友们一起打打游戏、开开黑，已经是现代年轻人放松心情的主要方式。在游戏过程中，既能卸下生活中的压力，又能与好友增进感情，这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今天的主角小陈，他却不那么认为。小陈和大强是一对多年的好友，但是自从他们一起开始联网游戏后，情况发生了改变。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啊。他家网络很差吗？他家网络一直挺好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打游戏就……据记者了解，小陈和大强此前都是使用家用游戏主机玩游戏，而大强在游戏过程中屡次出现掉线的情况，久而久之，小陈便不再跟他联机。为此，大强还专门向小陈提出过保证。他之前跟我保证过了啦，绝对不会再掉线。你看，他也写过保证书。有尝试过和他沟通吗？是联系不上了嘛？为此，记者尝试联系警方协助解决此事。查水表。说为什么不用7连击包？我没用过，我知道效果怎么样。你不用怎么知道啊？你下次用一下喽。所以说啊，这和朋友开黑打游戏延迟的问题还是要解决。这不，奇优联机宝的效果还不错，大家有需要的也都可以试一下，毕竟多年的游。全宇宙的华人玩家，各位好，我是聂俊，今天聊聊最新的超好玩的大作。最近的大作好像有点太多啊。不过这个游戏是很懂玩家的啊，它可是有着大眼萌妹啊，还有长腿欧巴。奥日与萤火意志啊，其实这个游戏呢有官方的中文译名啦，叫精灵与萤火意志，上一代叫精灵与森林。他们把奥日翻译成了奥里，标题上呢只叫精灵啊，小精灵奥里，对吧？好像正常来说我们应该用它的正式译名。不过呢，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呢，多吃一嘴快啊，就叫奥日啊，实在是叫习惯了。看来改口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第一代简称为黑暗森林啊，不是3体人黑暗森林啊。而第二代呢，简称为萤火意志。因为这个视频是把以前遗留下来的坑也就是第一代的鉴赏给一起聊了。上半部分聊黑暗森林，聊到这个系列的核心体验；下半部分呢，对比一下萤火意志做出了哪些改变，以及这些改变背后的逻辑。先让我们回到5年前的黑暗森林。奥日的第一座黑暗森林发售于2015年，在此之前，小团队开发但高品质的2D 横版游戏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好几款了，比如时空幻境、超级肉肉哥等等啊。自从3D 技术成熟后，复杂的3D 场景和配套的庞大的开发团队已经成为游戏业的主流啊。但凡是个横版都被戏称为4399游戏。这种现象国外也有啊，只不过他们叫 Flash Game。其实这种偏见并非不可理喻，毕竟2D 横版就是过去技术力不足所被迫使用的方式。但上述几个独立游戏的出现，让玩家意识到2D 横版已经不再是技术枷锁的产物了，而是和像素风一样，成为刻意选择的风格。相反，少了一个维度，还减少了对集中力的要求，可以更多专注在游戏性上。不少玩家光是控制镜头就占用了大量脑宽带啊，特别是没有长期游戏训练的妹子玩家。所以这类游戏也是忽悠妹子玩家入游戏坑的最好入门。所以单身的你们还愣着干嘛？一键3连啊！从此2D 横版类游戏就井喷式发展了，也让更多中小团队借此东风，加入游戏开发的竞争。虽然因为2D 横版不等于技术力差，但是开发成本确实比纯3D 游戏要低不少啊。其中就有 Moon Studios， 技术的提升、玩家的支持、行业的信任，共同造就了奥日与黑暗森林的诞生。这个环境同样也催生了2年后的空洞骑士。黑暗森林是类似于马里奥的平台跳跃游戏，跳跃占80%，战斗占20%。地图并不是线性的，流程也有一定的自由，但通关的方式和体验大多玩家都基本一致。反正就是传统的平台跳跃游戏，而它能一发售就引起热销，主要有3点：美术、音乐和从未有过的如胖翅般丝滑顺畅的控制感。先说最有代表性的美术。
黑暗森林的美术在2D 横版游戏里如果自称第2，那会被人骂他们虚伪嘚瑟。从刚进入游戏的主界面到开场动画，只要1分钟就震撼住玩家，根本就是炫技啊！而实际游戏全程下来，就找不到1寸地方是不美的，简直就是全程动态壁纸。黑暗森林没有使用3位一体的3D 场景，而是手绘2D 素材，一方面降低成本，二来保留了手绘的笔触感，画面就好像是大出的原画般精致。但游戏并没有因为手绘风而减少技术的运用啊！黑暗森林可以说是2D 游戏里技术运用的最高大上的。首先是小奥日和所有角色都是用 3D 建高模、绑骨骼做动画，然后再渲染成1秒60张的图片，导入引擎做成动画，所以比单纯用手绘的2D 动画有着更细腻的表现。明显会觉得奥日的动作比空洞小虫子丰富了很多，甚至比龙之皇冠还要更细腻。而场景上运用了大量 3D 游戏才敢使用的打光，大的光源如太阳、林树等塑造统一色调，而小的光源如发光的植物、火源、敌人，甚至是奥日自己，又成为了色彩丰富的点缀，让画面色调统一的同时还变幻莫测，犹如童话般绚烂。还有场景里大量的场景动画，除了玩家走动的地面、巨大的树干等钢体外，基本所有东西都是动态的。这不是黑暗森林独有的，但是它是用的最奢侈的。加上战斗的各种粒子特效，所以它还是配置要求最高的2D 游戏。如果用核显玩，还真有点吃力啊。同时，黑暗森林的素材量也是多得吓人。相比 3D 游戏，2D 会更多复用素材来减小资源体积，但黑暗森林却很奢侈的，只有大概30%的复用率。这个比例我是如何算出来的呢？因为我有黑暗森林完整的美术资源包，作为游戏美术，稍微研究下就能估算出这个比例。网上报道制作人曾说这游戏没有任何素材复用，制作人的嘴骗人的鬼啊，不要信他。重复使用肯定是有的，但30%的比例在2D 游戏里依然是吓人的低啊。所以游戏体积达到了7G 有多，而且还没有 DLC。这在15年以 1080P 为基础的2D 游戏来说，那是体积巨大了。要知道老滚5才 5.7G 啊。当然好不好玩不能看体积，但至少看得出有多舍得用料，多舍得花时间啦。而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美轮美奂的游戏竟然是用 Unity 引擎开发的。从此 Unity 的官网就用这个游戏来做海报了，感觉 Unity 团队自己也挺惊讶的，哈哈。当然，奥日与黑暗森林的美术技术力之强大，远不止这些。这个视频也无法全部说明啊。我们之前承诺的介绍游戏开发的全新节目，经过好几个月的紧张筹划，很快就会在近期推出。其中有一期是带各位从开发角度看奥日的美术，届时会更详细的介绍奥日的厉害之处。然后是黑暗森林的音乐，它采用了 New Age 新世纪风格，是介于电子和古典之间的一种轻音乐，节奏并不强烈，一般都有朗朗上口的旋律，并常常伴有人声伴奏。音乐的感觉往往带有神秘感和探索心灵深处的精神力量。最典型的代表乐队是已经烂大街的神秘花园，虽然烂大街，但还是特别好听啊。你看神秘花园这个名字是不是也非常适合这个游戏呢？黑暗精灵的主旋律好听啊，不用多说了啊。但能让玩家朗朗上口的更重要一个原因是主旋律一直在重复，只不过不同版本会有不同的变奏和配器。在游戏开始剧情阶段是神秘且富有感染力，在经过空洞森林时是幽静明快，而遇到紧张的追逐战则换成了激昂厚重快节奏。不断出现的主旋律加上追逐战多次死亡重来让玩家被重复洗脑，这里有点讨巧啊。之所以重复使用主旋律，其实是为了节省经费，因为不管是作曲家的创作费，还是交响乐团的录制费制作同样数量的音乐，用熟悉的旋律换多个节奏配器，和每一首都不一样，需要重新练习，费用是完全不同的。省钱的同时，反而有了旋律重复洗脑的作用，但对整个游戏的气氛渲染其实是不利的。这点到了第2代有了很大的改进，我们等会再说。最后一个就更是奥日的特色如德芙巧克力般丝滑的操作感。我刚才好像不是这么形容的，忘了。奥日这个小精灵可能是一众跳跃平台游戏里最灵活的主角了。马里奥大叔虽然借助帽子也能不像样的灵活，但毕竟跳跃连段没了也就得落地。而小奥日不仅跑得快、跳得远，成型之后更是有3段跳、空中冲刺、滑翔，连起来用的滞空距离足以从篮筐底下起跳，直接扣对面的篮了。后期还有比麦迪还夸张的拔地而起的充能跳跃，跳过整个足球场都可以啊。而最厉害的技能呢，也是我觉得系列最神来一笔、最让人拍案叫绝的设计，
猛击，其实更形象的话，应该叫反弹啊。它能够利用靠近自己的绝大多数物体，敌人发出的炮弹、背景的小物件，甚至是自己丢出去的龟派气功，都能够作为着力点进行任何角度的弹射，可空中发动，可连续使用。这个技能设计之精妙在于，一旦有了它，敌人瞬间成为了玩家的助手。挑不上的地方用敌人弹射，够不着的地方弹反敌人的攻击。敌人这个本来只能提供战斗这单一属性的元素，瞬间多出了辅助跳跃、辅助解谜、辅助战斗3个层面，拓展度呈几何上升啊！在游戏设计里呢，把一个元素用出多个层面的功能，并互相嵌套，层层递进，是最上级的设计。任天堂在这方面是宗师啊，而黑暗森林里的一个猛击，也让他们几乎赶上了任天堂。小奥日的那么多技能里，有一大半都和跳跃有关，因此小奥日一旦起跳啊，基本就不用落地了。但丁落地了，它都还在天上，让游戏充满了灵动、快捷、自由、流畅。这种体验是别的平台跳跃游戏所无法提供的。画面、音乐、操作3位一体，再加上虽然没有看懂啊，但是好像也挺感人的剧情啊，让玩家通关后犹如获得心灵启迪一般。特别是这3点完美结合后的追逐关卡，更是成为了奥日最大的招牌。我相信玩过的人都无法忘记经历了几十次失败，终于成功一飞冲天，逃出银之树的喷发后那无比的成就感和洗涤感。而这也是基于游戏偏高的难度啊。风之旅人也有很强的心灵之旅的体验，但黑暗森林在小清新的外表下，却有着硬核高难度的腹黑内心。所以一旦克服了高难度的关卡，玩家的记忆和成就感会来得更强烈、更持久。但是另一方面，过高的难度也劝退了不少玩家。其实它的难比起曾经的洛克人前年的蔚蓝等等并不算过分，但是特别的保存机制却让它的难有了一些不可控的变数，而且是在无意识下形成的，甚至导致卡关。而这个机制的改进也就形成了第2作的改变轴心。所以接下来看看续作《奥日与萤火意志》。续作在美术、音乐和系统3个维度呢，都有着巨大的改动。先说美术最大的改变是第1作是个2D 游戏，而第2作虽然看起来仍然是2D 手绘，但其实已经是个3D 游戏了。第1作的角色是 3D 建模做动作，再渲染成图片，而第2作的角色是直接把 3D 模型放进了引擎里。这样做的好处是，游戏某些过场镜头可以拉近放大，以表现小奥日和其他角色细腻的表情。如果是第1作的2D 素材放得不大，会变得很模糊，玩家会以为自己撸多了。第2个好处是，某些过场动画甚至直接就是全 3D 的啦，比如这段奥日骑着皮皮虾上天的过场就只能用 3D 场景才能做到第3个好处是可以运用更细腻的 3D 灯光了，可以加入自然柔和的动态光影，比如这个场景里，远处太阳照射过来留下的光束，在复杂的场景中变换闪烁，让游戏原本就精美的画面更多了一份真实的光影。而最大的好处就是 BOSS 做成 3D 之后可以更有压迫力了，比如这个 BOSS 合金装备对吧？他从远处出现，一步步走向屏幕，然后一爪踩在奥日的藏身处，这种空间位移的魄力也只有 3D 场景能够实现。当然还有这只可爱的小熊，也只能在 3D 下如此立体。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场景其实偷都用了 3D 只不过游戏非常讨巧的保留了笔触感，所以不认真看还真就看不出这已经是款 3D 游戏了。这不仅让团队的工作量大增，因为整个场景设计逻辑都发生了改变，也让游戏的配置需求大增。1代极限勉强能玩，2代就根本不可能了。小奥日你已经成长为3A 大作了，要能坑玩家的电脑才是好孩子哦。音乐方面，2代有钱了，作曲就不用那么抠门了，因此在重要情节仍然保留主旋律，但是在地图上不同的地方已经有非常符合场景的音乐沙漠的音乐很有异域风情，而冰雪区域则冷冽空灵。对我这种喜爱收集游戏 BGM 的玩家，数量从第1代的30多首一下子增加到了60多首，更是喜不胜收特别是 Separated by the Storm 这首曲中间的一段旋律，简直一发入魂，经常让我走过那个场景后就不舍得离开。但是这样主旋律的洗脑感自然就减弱了许多，因此有的玩家觉得没之前洗脑了，是不是音乐没上一代好听了呢？其实如果静下心去欣赏每一个场景的音乐，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全面提升的品质感。最后我们来分析游戏系统的改变。
首先取消了我觉得黑暗森林里最有特点的保存系统，就是玩家可以在任何地方随时花费1颗能量，建立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保存点，同时补充一定血量。我刚才说了，一个系统如果能赋予多重功能，那就是上乘的设计。一个简单的保存机制，却因为这样的设计，赋予了血量管理、角色成长、保存时机和数量的资源管理等功能，把保存融入到了解谜和成长层面里，比《生化危机》的找时代和《天国拯救》的找药水更天衣无缝。当年我玩到这个系统时，真是一拍大腿，大呼精妙精妙啊，甚至都有点嫉妒的心情了。然而，游戏开发难就难在这里，再精妙的上层设计依然会有弊端，甚至是越精妙弊端越大。不断平衡优势和弊端才是常态啊。这个保存系统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玩家使用不当，会把自己陷入到没有蓝保存、没有血通关，既无法后退，也没能力前进的尴尬局面。必须完全无伤跳过这段陷阱，才能解开死局，这就变相提高了难度啊。而可怕的是，这个难度提高是制作组无法控制的。当动作游戏的难度不可控，那就是制作组的噩梦了啊。制作组是希望玩家能谨慎保存、合理管理能量，结果却变成了玩家一步一个保存，然后把自己逼入了死局。很多人因此而卡关，放弃游戏。同时，玩家收集蓝色能量的多寡也左右着保存数量，而这也是不同玩家不同进度的，因此难度和体验就完全失控，才会出现第一代有些人觉得难度还行啊，不算太难啊，而有些人觉得这游戏简直不是人玩的，气了。所以这一代我估计制作组经过了深思熟虑，最后还是放弃了那个很有创意的保存机制，回归到了自动保存点的机制。现在只要小奥日落到了坚实的地面，就会自动保存，规避了死局，对新手更友好了，难度曲线也更合理。那少了这个多重层叠的机制，系统深度立马浅了许多，那就得在其他地方补回来。这次制作组选择了把深度换到战斗上面。第一座是80%的跳跃，20%的战斗，而这一座则是60%的跳跃，40%的战斗，基本快55开了。你为什么带摩托车55开？第一座的战斗基本就一个按键，身边的小精灵会自动攻击，而这一代有了许多战斗技能，有轻重2种近战攻击，远程攻击也分弓箭和长矛，还有召唤、持续灼烧、位移攻击和主动补血等等啊。玩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打法自由组合，而有些攻击技能再一次体现了一个设计多层功能，比如大锤的下砸可以砸开脆弱的地面，弓箭射击能解开场景里的机关，龟派技攻不仅能攻击，能给自己弹射，也能融化冰雪，而驱逐黑暗的闪光技能如果搭配烈焰同时使用，那就是很强力的持续范围伤害组合。这些让第一代相对独立的战斗，在第二代里变成了和解谜、跳跃紧密结合的多重设计，依然精妙绝伦。这些都是主动技能啊，游戏还加入了被动技能，持力、三段跳、爬墙、增加攻击、增加防御等等啊。30多个被动技能得分配到最多8个技能槽里，这都需要玩家舍取了，配出自己的风格，也限制了奥日后期过于强大的问题。这么看是不是觉得很像空洞骑士呢？难怪大家调侃这代是空洞奥日。确实，不管是被动技能的符文，还是支线任务的设计，还是地图的购买，都像极了空洞骑士，或者说是从一个平台跳跃游戏向银河恶魔城游戏迈了一大步。当然，这样做虽然会减弱奥日原本的特点，但是我完全理解制作组的选择，因为他们对奥日有着更大的期望。银河恶魔城的类型能比平台跳跃游戏承载更多的想法和内容，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有趣的是，2017年发售的空洞骑士有很多地方学习了第一代黑暗森林，而第二代萤火意志又反过来学习空洞骑士，这就是游戏开发的良性传承啊！不知道空洞骑士诗之歌会不会又有什么反转呢？不过至少萤火意志最良心的一点是，卖地图的家伙终于不再是卖一张白纸给我了，看来只有脑袋空空的小骑士才会上这个当啊！不过 Moon Studio 毕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复杂的多的系统，仍然有很大的不平衡。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被动技能是可以随时更换的没有任何限制，因此玩家完全可以遇到什么情况就立马换什么碎片。那其实8个碎片槽的限制如同虚设啊，因为没有任何情况需要所有碎片同时发挥作用，8个足以应付任何情况。因此可以一遇到 BOSS 立马换一身加伤害的被动，再换上加强弓箭的技能，基本上就等于获得了霰弹枪。然后各位看啊，我就这样子把 BOSS 给秒杀了，哪怕是最后的 BOSS 也挨不住我1分钟的扫射啊。或许有人会反驳了，说我玩的是普通模式，困难模式 BOSS 的血和奥日的伤害变小了，不能秒杀了。
先不说困难模式算不算常规平衡性考虑啊，就算是，那也只是拉长了战斗时间。但这套被动依然是最强的唯一的选择，没有其他的搭配可以抗衡啊。也就是说，不平衡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只是这套搭配变弱了，其他搭配变得更弱了而已。可以预测，如果萤火意志向第一代出决定版，那被动的不平衡或者可随时更换，两个必定改其中一个。不过虽然有这样的小毛病，续作《萤火意志》依然是全面升级的顶级作品。第一代就已经给了我们足够震撼了，第二代制作组不仅扩大规模，更是大胆抛弃第一代原本就很有特色的系统，让体验在第一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第一代的所有技能都保留，并且在很前期就给到了玩家，快速进入快节奏、多选择、战斗与跳跃平衡的游戏阶段，有种一次性给到足的满足感。从第一代开始，奥日就成了未来所有横版游戏必须研究的教材。我们也同样把这个游戏里外拆了个遍啊！如果这个视频晚了几天发布，不要怪我，怪这个游戏。我玩了37个小时，其中至少有10个小时是到处乱逛，研究它的美术，研究它的设计，甚至恨不得观察每一棵小草。我的感觉是，这个游戏虽然体量不大，但是每一处地方都精雕细琢，尽开发组之所能。虽然有不平衡的小问题，但那是经验问题，并非制作态度。第一代大家将其奉为艺术品，而续作更是艺术精品级别。现在大型游戏开发成本越来越高，但也越来越粗糙。或许我们的市场需要更多这样体量中等，但每一处都透着高品质的作品。第二座《萤火意志》从15年到今年用了快5年时间开发，这比小岛秀夫的《死亡搁浅》还久啊！或许是因为团队80多人全部散布在世界各地，远程在线合作，没有固定地点。看来他们是受疫情影响最小的团队啊！我相信他们有着很好的远程写作方案，但多少还是会影响开发速度。不知道现在有钱了，能不能至少远程和固定结合呢？提高点速度啊！不希望玩到第3代的时候，又是半个10年过去，岁月残酷啊！在购买建议之前，先到 Gameker 攻壳商城逛逛吧，大量高品质正版授权的游戏装备，供各位玩家把自己武装到脚趾。某宝搜索 Gameker 攻壳商城，不要找错店铺啊！2代作品虽然系统的变化很大但是唯美、洗涤心灵、流畅的动作这些核心体验并没有改变。我个人觉得奥日系列精灵系列是一个老少咸宜的游戏，几乎所有玩家都值得体验一下除非实在是不喜欢2D 横版游戏。那如果是非常明白自己的喜好，就是不喜欢横版，那就没办法了但如果只是单纯的对横版有错误的偏见，认为横版就是小品级，就是低品质，那这个系列一定会纠正这个看法只不过第1代的难度呢比较难以控制，如果有信心可以挑战第2代呢则成熟很多，虽然也挺难的，但是耐心玩还是都能通关的。当然最好是2代都体验一下，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也进化了一样。好，Gameplay同在，我是聂俊，下一期我们去挑战千天丽家。